一个国家拥有着全球第1的石油储量，却穷到连汽油都加不起。它从富的堪比欧洲，如今货币却贬值到被做成了工艺品去贩卖。这就是传说中的委内瑞拉，一场发生在21世纪的魔幻现实。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它从天堂坠落的密码。这里还是鼎鼎大名的世界小姐的摇篮。对很多女孩来讲呢，选美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改变命运的快车道。在这个石油国的繁荣添上了一抹绚丽而又梦幻的色彩。可你再看看今天的画面呢，简直就让人无法和复述联系在一起。在委内瑞拉呢，加满一箱油呢，可能得排上几天几夜的夜。更魔幻的是，很多人加完油就立刻卖到黑市，只为了换回一家老小几天的一个口粮。他们的货币呢，叫做玻利瓦尔，因为贬值的速度比印钞机刷土钱的速度还快。纸币本身呢，居然成为了一个手工艺品的材料，它被做成了钱包、画册进行一些出售。这大概是印刷史上最讽刺也最心酸的一种归宿了。从富甲一方到一地鸡毛，这个坠落的过程短短不到20年。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拆解一下这场变故，弄明白3个关键的问题。第一，到底是因为什么能让一个资源大国从内部被这么快的掏空？第二，这种崩溃的剧本是特例，还是可能在别的角落去重演？第三，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最实在的，我们能从这种极端的国家风险里面为自己的家庭找到什么样的启示和预案？就算没有外部的压力，委内瑞拉其实都已经站在了崩溃的边缘了。它不像一城击倒，更像是一个生命体，它被从内部慢慢的蛀空了。首先吞噬它的是一个叫做超级通胀的恐怖幽灵。来看一组让人头皮发麻的数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一个估算，2018年的委内瑞拉的年通胀率一度突破了100万之100万。那这不是普通的物价上涨，这根本就是经济系统的心脏骤停或者器官集体衰竭。这意味着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翻译成日常的情景，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发现的那天呢，变成了生死时速，公益拿到工资呢，就必须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奔向超市，在几个小时内把迅速变薄的纸币换成任何可以存放的食品或者是日用品。整个社会的交易呢，甚至倒退回了最原始的以物易物。这个时候呢，你的工资如果按重量去称呢，可能比看上去的面值更值钱。如果说超级通胀吞噬了它的经济血肉呢，那么国际金融孤立则直接锈蚀了它的国家骨骼。自2017年以来，超过1500项的制裁落下，而最致命的一击呢，是将其主要的金融机构踢出了 SWIFT 系统。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啊，这就好比是在全球金融的微信群里面直接把一个国家踢出了群聊，你连建个私聊的窗口都非常的难，后果是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它没办法用美元正常去买卖石油，财政收入的主要的血管一下子被掐断了，它借不到任何的国际贷款，也吸引不来任何的投资，就连进口救命的药品跟食品都变得异常的一个艰难。一个国家就这样的被硬生生从现代经济体中被隔离掉了。所以当外部压力最终到来的时候，它面对的早已经不再是一个巨人，而是一具早已被掏空的虚弱躯壳。真正的崩溃早在枪响之前，它就早已经完成了。委内瑞拉的悲剧呢，它是孤立的，历史就像是一个编剧，相似的一个剧本，完全可能换上不同的主角。如果我们尝试用一套大国博弈的战略计算器来描述全球，你就会发现一些潜在的高风险地区。那这套计算器主要掂量的几个维度呢，我们第一个叫资源盘，尤其是那些关乎未来科技、能源命脉且自己手上紧缺的资源，比如说白色石油里制造电池关键的钴还有稀土。那第二呢，叫做地缘盘，是不是蹲在被我视为后院或者是全球关键航道的位置上。第三就是成本盘，目标国内部有没有能利用的社会裂痕或者治理危机，毕竟性价比高的干预才是好的干预。顺着这个逻辑上我们来推演世界地图上一些地区的轮廓就会变得很微妙起来，比如作用巨大的锂矿身处美国后院的玻利维亚，再比如供应了全球约70%的钴但内部治理薄弱的刚果，还有那个想开凿新运河挑战地区航道格局的尼加拉瓜。不过最意想不到的种子选手恐怕就是远在北极的格陵兰岛。这个丹麦的自治领地简直就是一张完美匹配所有高风险特征的活体名片。就在美国副总统到访的几个小时，格陵兰岛4个政党上演了最后1分钟营救，紧急组建新联合政府。习英总理上演的第一句话就斩钉截铁地说，格陵兰岛呢，我们是不会出售的，也无意成为美国的任何一部分。这戏剧性的一幕，它就是真实世界的一个地缘博弈。为什么他如此抢手呢？他手里藏着约1.5到3.8亿吨的稀土，锂和石墨资源非常的丰富，是个低
掉的资源小巨人。他扼守北极航道的咽喉，是美国导弹预警的绝对前哨，地理位置堪称是王者级别。总人口它是才5.7万，从某种冷酷的战略角度上看呢，成本似乎不高。这个案例生动地告诉我们，资源跟地缘的战略价值，足以让任何一片宁静的土地卷入风暴的中心。再不妨大胆的，我们去假设一下，会不会有一天加拿大也被收了，简称加州。我在这里只是给大家开个玩笑啊。委内瑞拉的例子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预警呢？虽然我们不是地缘的专家，但完全可以学着识别几盏关键的国家预警灯。当这些灯在你的国家亮起来的时候，你就应该认真考虑家庭的 B 计划了。第一盏灯，恶性通胀。如果年通胀率持续保持超过50%，这已经不是感冒发烧，而是经济高烧不退、濒临失控的一个信号。第二盏灯呢，就外汇资源的枯竭。如果国家的外汇储备还不够用来支付未来3个月的进口，那就意味着国际购买力快见底了。第三盏灯，资本和精英的外逃。当你身边有能力、有信息的人开始持续的大规模的把资产跟家人送到海外，这就叫做用脚来去投票，是最真实的情谊表。第四盏灯呢，就是信用破产。一旦国际评级机构把国家信用级别拉到一个垃圾的级别，就等于被全球资本市场进行一个全面的拉黑了。这个国家融资的大门基本上可以说是关上了。面对委内瑞拉这种低概率且高毁灭性的国家风险，囤金子藏食物已经 out 了。对现代家庭而言，最理性也是最有效的一个应对，是构建一个基于法律的身份运行三角。第一个角呢叫应急的逃生舱，加勒比呢投资入籍护照，核心2个字就是快通。通过合规投资，3到6个月左右都可以拿到护照，免签或者落地签范围能够覆盖英国身份区的140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想象一下，如果危机突然降临，本国突然外汇管制限制你去出境，这本护照就是你全家可以随时起飞的头等舱机票，也是你在海外银行保证你资产的合法身份的钥匙。第二个角就是稳定的压舱石，就是德国蓝卡或者我们说永居。核心呢，它就是稳跟妥。德国作为欧盟的定海神针，其法治教医疗体系的含金量全球公认。那办理德国蓝卡最快大概4个月就可以登陆德国。它不仅呢，它是要求去追求一个极限的速度，而且为你提供了一张船票，把家人的未来接入了一个高度稳定、有尊严的发达的社会系统。它就像风暴中那座永不沉没的灯塔堡垒，守住了你生活和未来的底线。那第三个角呢，我们叫功能条版，就是土耳其护照。它核心在于活跟巧上。土耳其护照本身能免签110多个国家，它最厉害的功能呢，它是作为申请美国E2缔约国身份。就 E2 呢，它就相当于是拿到5年的美国的一个长期身份，你生意在你可以一直去续签。那它其实我们把它称之为小绿卡。E2 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可控的一个投资。举个例子，就是欧洲人他怎么在美国去生活，韩国人怎么在美国去生活，日本人怎么去的美国。那么很多人都是在美国做一个生意，因为必须得跟美国关系非常好，你才可能是缔约国。像韩国呀、美国、日本这些都要缔约国护照，包含欧洲，因为只要跟美国关系好，美国就会给你发非常容易的一种身份，就是你可以买一个生意，这样拿到我5年的身份。这种聪明的身份运行三角，就让加勒比护照负责紧急的避险与全球的通行，让德国身份呢负责托底你的生活跟长远的未来，让土耳其护照负责开拓机会与邻国的布局。这种规划绝不是不爱国，恰恰是深刻认识到了世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本质后，为所爱之人承担起了最高级别的责任以及远见了。那理性的规划未雨绸缪，或许在动荡的年代里，我们能留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一份礼物了。